Hello everyone， 我是小天，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一起开箱这台 Dyson PureCool Fan。可能你看到了，其实我已经买了一台 Dyson 的电扇，这是去年的时候买的。那我为什么在今年又要买一台新的呢？原因是这样的，相信生活在墨尔本的小伙伴们都能知道，花粉症是一个你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话题。其实我在墨尔本生活也好几年了，前几年都好好的，但是今年突然就得了非常严重的花粉症，喷嚏不断，鼻涕狂流，眼睛也非常的痒，就去网上搜了一些应对的方案。有很多人说，如果你能够用空气过滤器把家里的整个空气过滤一遍，效果就会不错。我就想到了我去年在买这一台的时候，其实似乎看到过这一类产品，但是可能由于它的价格实在太高，完全没有把它放在我的考虑范围内。但是没想到今年又不得不回来接着买一台。给大家讲一下，我买的这台它是有过滤功能，然后可以吹冷风。我以前买的这台呢，其实是它没有过滤功能，但是它是可以同时吹热风和冷风，等于说一年四季你如果想用它，随时都可以用。其实它的另外一个型号里面也有冷热风兼具，同时再加上过滤功能，但是因为实在太贵，而且在今年黑五的时候，那台机型也并没有参加活动，只有这台是可以得到一些优惠。同时我也其实考虑花粉症一般多发于春夏季节，有一台冷风就足够了，所以我就选择它。行，那我们现在就打开盒子，看看它这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玄机。我们先把这台放到一边。顺带说一下，我看了一些网上测评 Dyson 的视频，发现很多视频博主都会提到一点，就是这么拎它很方便。其实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方法，因为它的官网就告诉你千万不要用手这么抬它，而是要这样子把它抱起来。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 Dyson 风扇的寿命更长，更爱惜它的话，我也建议你最好是这么做。那我们就直接开了。OK， 打开了。首先能看到的就是一个遥控器，电源的插头也在这边。这个是风扇下边的底座以及滤芯，其中的一半。然后这边是底座和滤芯的另一半。说到滤芯，我也想给想购买它的朋友们做个提醒，因为滤芯其实也是一个消耗品，按它的官方说明是基本上可以用上一整年。但是如果你所处的地区污染比较严重，或者你使用的特别频繁的话，可能它会比较早的就到寿命了。接下来就是它的这个风扇的本体非常的大，因为它这台的型号其实名字里有个叫 Tower， 所以确实看起来非常大，就跟一个塔一样。那我现在就把这些拼起来，然后跟我以前那台 Dyson 的风扇做一个外形上的比较。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滤芯，这一层应该是一个活性炭的滤芯。这是另外一层滤芯，因为我买这个可能是 Dyson 在1年前更新了一个新型号，所以多加了一层滤芯。如果买的是老型号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一层，只有它自带的这层滤芯。说明书上的话，它安装的过程是先装这一层滤芯，然后再装这里的蓝色的滤芯，最后再把这外壳盖上去。OK， 费了点劲组装完了，它设计的还是很合理，无论你颠倒左右上下，你都是可以直接把它给装进去的，就不需要考虑是不是有正反这个问题。我们最后把这个遥控器和电源线拆开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源的头还是挺大的，它这个也是可拆卸式的，跟我上一台不一样。上一台的它的电源线就是直接就是一体式的，你没法把它拆下来。然后我们现在请 Emma 把它接上电源，电源也插上了，我们就打开它看一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但是它这边是有一小的一个显示屏的，然后它自带的这个检测器可以检测非常多的东西。我刚刚看到有 PM2.5， 有 PM10， 有二氧化氮，然后以及你室内的这个相对湿度和室温。现在它这个10应该是分量吧，声音还是有点大，把它调小一点，这样就很好了。但是这个风也确实比较柔，这是1级的时候，几乎你听不到任何的噪音。然后我在网上看有些人的对它的评测，好像说只要是4级以下，你几乎都听不到什么噪音，因为它4级以下基本上就是一个睡眠模式的一个风量。我能感觉到它这个风确实非常的柔和，和我之前买的这一台不太一样。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一台，这台也是可以有10级风量调节，然后它在4级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很明显的听到一个噪音了，虽然风的感觉也是比较柔的。这一台它是有2种吹风的方式，一种就是刚刚我测试的时候集中的吹出来，所以风力会比较强；另外一种就是它会有一个比较宽的角度，可能有120甚至大于120的角度吹出来，就能够让更多的人都享受到它的风，但是代价就是它的风力相对就会比集中吹出来小一些。然后这台的话看着小小，但是它的风力真的非常够用。在这边即使35、6度的天气，如果你打开它的冷风效果，也能够让你觉得比较凉爽。
然后它的制热功能也能够非常快的让室内达到一个比较均匀的一个室温。个人的使用情况就是在大约15平的卧室使用的话，很快就能够暖起来了。接着看这台新的，它还有挺多别的功能，按键上有一个夜间模式，然后也可以调节风的方向。然后还有一个自动模式。我在购买它的时候，其实它是有2个颜色可以选择，并且都是有折扣的，但是我还是选择了黑色，就是因为我之前选择这台是黑色，就希望它们能够在外观上有一个相对的匹配度。我非常喜欢这台小的，因为它非常的小巧，然后外形也很好看，放在家里不仅可以当风扇来用，其实也算是一个装饰品。当然这台大的也非常好看，都是一致的这个设计风格。这2个还有一个功能上的区别，就是这2台的旋转角度是不一样的。买的这台新的，它的旋转角度可以达到350，其实就等于基本上是1周了，是非常棒。然后我买的这台旧的，它的旋转角度是只有70度，但是它有一个这台新的没有的功能，就是它的底座是可以上下调节的，然后上下调节的幅度是在10度。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比较低或者比较矮的地方，你也可以调节它这个上下的垂直角度，以达到能够更好的吹到你的这个效果。然后这台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在苹果的商店或者安卓商店下载它 Dyson 的 App， 比如你在下班之前或者逛街回家之前，你就可以通过 App 把它的空气过滤的功能打开，这样在回家之前就可以把房间的空气都过滤一遍，回家就可以享受比较干净的空气了。关于这2台的售价，其实这2台都是我在黑五的时候购买的，所以都是有折扣。这一台当时的售价是499澳元，然后它的原价如果没记错应该是599，然后我前几天还去看了一下，它的价格基本上如果不打折的话还是没有变化的。而这一台的价格，它的原价是799澳元，然后黑五的折扣之后就是599澳元，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把它拿下的时机吧。而且我确实比较需要它的空气过滤的功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在后续给大家一个反馈，看一下它对我花粉症是不是真的有所帮助。Dyson 它的系列的这个产品，我非常喜欢的就是遥控器的这个功能。一是它有这个磁吸的功能，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设计，但是确实非常的贴心，你就用完就可以随手把它一放，就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遥控器。另外一个就是，比如你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你在床上准备休息，有一个遥控器就真的特别方便，你就再也不用跑下去，然后特地去关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和我一样都非常懒，一旦躺在沙发或者床上就真的很难下来。当然它还有一些很不错的小功能，可能别的品牌的风扇也有，那就是定时，就比如你夏天睡觉了，然后你并不想吹一整晚，所以你就可以定个3小时或者4小时，它就会自动帮你关闭。Hello， 大家好，我买 Dyson Pure Fan 已经差不多2个月了，所以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它对我的花粉症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大家看到现在我正在爬山，所以这里有很多树啊、花啊、草啊，那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的花粉症就好了呢？事实上完全没有。Dyson Pure Fan 确实对我的花粉症有一定的缓解，打开它的空气净化功能，在最初的1-2周的时候，我的症状减轻了很多，基本上不会流鼻涕或者打喷嚏。但随着时间慢慢推移，这些症状就又渐渐的出现了，我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不得已我还是选择了去药房买了抗过敏的药。如果你确实有花粉症，而且比较严重，建议你还是吃药吧，一般它的药效都能持续20个小时以上，所以还是比较方便。虽然说 Dyson Pure Fan 的空气净化功能并没有真正根除我的花粉症，但是我想说我还是不后悔购买它，因为首先它的风扇功能还是特别的好用，并且它的造型也比较好看，无论你是放在客厅还是卧室做一个装饰品，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以上就是我使用2个月 Dyson Pure Fan 之后的感想，希望能对你们有帮助。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